天，我娘让我去东巷送豆腐，突然被一个神棍拦住了去路。天生奉命，却穿着粗麻布衣走街串巷送豆腐。老头儿，我看你是想吃我豆腐。哦。被神棍这么一点，我突然头晕目眩，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。平身，冲啊！皇上，本以为这只是江湖神棍的障眼术，没想到这些预言却在日后一一应验。我叫林小小，是西巷上一户卖豆腐人家的女儿。小小，娘盘算着等开春了，就把你嫁给隔壁张屠户家的儿子。我才不嫁！你傻呀！张屠户家有钱，你嫁过去，一来不怕吃不上肉，二来做个正经老板娘，总比做个豆腐西施要好得多。可我不喜欢大牛哥，我是个胆小的，不管他是猪血还是鸡血，总之瞧见血就害怕。啊！你傻呀你！大街东头有个秀才，不管风吹下雨，每日都要穿过长长的街来到我家买豆腐。娘，我觉得他可能是对我有点意思。切，什么对你有意思？老娘看他就是个穷酸样，买不起旁的，只好日日都吃豆腐。秀才，买豆腐吗？算命的说我有凤命，难道他就是未来的？还是老样子，豆腐2文钱一块，我只收1文，再送你半碗豆浆，剩下1文你教我写字。好，姑娘，今日教你第一个字，我。这字笔画真多，看得我头晕，太难了，我学不会。我字都学不会，还怎么学做人呢？行吧，你说的有道理。第二个字是人。这个好，人字一撇一捺，竟然这样简单。做人简单，难的是做我。好吧，他是秀才，他说什么都对。秀才，初一15你都不来，干嘛去了？秀才要是考上状元探花就好了，以后他打马而过就不会只是跟我打个对眼这么简单。我家甚至能打个招牌，叫状元豆腐店。秀才没来，今天也不是初一15啊。他许是记错了日子。一个人再怎么记错日子，也不可能记错2天。听说没？天天来买豆腐那个秀才，为了如意被2个公子哥打死了。春风楼的如意姑娘是花魁，只在初一15挂牌接客。原来老娘说的对，秀才日日都来买豆腐，真不是对我有意思，他就是穷酸，不仅穷酸，他还是个傻子。他瘦得像根麻杆，可不是被人一打就打死了吗？我想见如意姑娘。嘿，你一个不晓得哪里来的野丫头，竟然也学公子哥点名要见花魁。如意姑娘正在里头接客，愿不愿意见你还另说，你且等着吧。如意姑娘来啦！她长成这样，难怪秀才喜欢。我是为秀才来的，秀才生前喜欢吃我家的豆腐，但他更喜欢你。这些东西本来是要送给秀才的，秀才死了没人要，连带半碗豆浆一起送给你吧。你且替他尝一尝，你要是喜欢，秀才泉下有知，想必也会很高兴。在春风楼耽误这么半天，想在宵禁前回西巷，只有走小路。这白衣服的真厉害，黑衣服那么多人也没讨到便宜。鞋，带我离开。你现在还想晕吗？不晕了，一点都不晕了。娘，昨天那个人呢？怎么回事？昨天你昏过去以后，那个人跟娘一起把你搬到床上。你说说，你还没嫁人，
他一个陌生男人怎么能……他说什么了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有没有用剑威胁你？没有，他的事儿，咱娘俩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你去看看他醒了没？醒了让他快走。喂，你醒了没？没意思。学而圈习之，不亦圈乎？有圈自圈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你拿过来，我教你念。白衣裳，你醒啦？你这样念书，想不被吵醒很难。白衣裳，你根本走不了，你伤得不轻，不然也不会要我搀着才能离开那条小路。不过，你不走的话，我和娘住四方小院，怎么能藏下一个大活人？况且你还是个男人。他啥意思？娘，他的意思大概是，虽然他伤得很严重，但取个把条性命还是易如反掌。都是你招来的，赶紧把这尊大佛赶紧治好，快快送走。好说好说，我们不赶你走，我给你瞧瞧伤口。金创药嘛，家里备着点儿。不过他这伤缺的是止血药。血又要晕了。晕什么晕？你去本草堂找崔大夫要点止血的。好端端的，我怎么要止血药吗？笨，就说你月事20天了还不干净。娘，白衣裳说他叫赵似水，我觉得这大概是个假名，毕竟你不能指望一个戴面具的人给你说他的真名吧。赵似水，你可快点好吧，为了你，我林小小的脸都丢光了。崔大夫，买金创药。白吃白住，真是个讨债鬼。我们孤儿寡母2个弱女子，凭什么养你一个老爷们儿？你穿戴这么好，给个玉佩扳指什么的，我们出去换点钱再给你养伤。我身上这些东西都大有来头，随便一样拿出去，东西上午到的典当行，下午我的仇家就能杀到你们小院。不仅如此，你们要把我的那身血衣烧掉，再把我身上这些个玉佩扳指埋在院子里的树干下。看看你请来的瘟神，老娘可不怕他。他一个半死的小白脸儿，大不了我娘。那晚在小巷里，我看到他以一敌十都不落下风，恐怕从小娘就教育你，人要善良，不要讲什么打打杀杀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公子晚上想喝点什么汤呀？这下好了，真是躺在金山上要饭，我今儿个非把你磨成豆浆不可。豆腐怎么碎了？想赔死老娘吗？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多吃那一口米。伤筋动骨100天，再让他白住下去，娘非把我骂死不可。还是得弄点骨头汤，好让他快点好。赶紧走。大牛哥，给我来2块铜骨。好嘞，我给你挑最好的。1个铜板，2个铜板，3个铜板。要不你也喝点？你说咱俩在这里喝骨头汤，娘在院子喝豆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拜见皇子，那晚我们来晚了一刻，见到满地的尸首，以为您也……以为我怎么了？死了？属下不敢，属下愿随您回朝复仇，夺回皇位。皇位本就是我的，何来夺回可说？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机，我交代你们一些事情，速速去办。是。谁？肉就是比豆腐好吃啊！从前秀才天天来，我以为他对我有意思，换我天天去张屠户家买肉，他儿子张大牛该以为我对他有意思了。今日去买铜骨，大牛哥还多给了我2条骨髓，我可能要嫁人了。你要嫁给谁？嫁给大牛哥。大牛哥又是哪位？大牛哥就是隔壁张屠户家的儿子，生的膀大腰圆，是干活的一把好手。我娘说，我要是嫁过去，一来不怕吃不上肉，二来做个正经老板娘，总比做个豆腐西施要好得多。那你看上他了？我不喜欢大牛哥，
我喜欢住东头的秀才，他以前还教我写字。秀才又是谁？他现在在哪儿？怎么从来没见他来找过你？他死了，他长得好看，还总来找我买豆腐。谁知道他竟然是为了春风楼的如意姑娘跟人家公子哥打架，被打死了。你说如意真就那么好看吗？是不是男人都喜欢那款的？你好好看看，我哪里不如如意了？你就是不识货，都怪你，你把我吃穷了。你赔我藕粉色纱裙，赔给我，你赔我藕粉色纱裙。赵似水，别看了，一大早就不见人，大概是走了。吃干饭的终于走了。小小，别在屋里磨蹭了，赶紧出来磨豆子。少了个吃白饭的，咱们的豆腐可得多做2碗，把他吃的亏补回来。还说玉佩能换钱，现在人走了，谁知道是真的假的？万一是什么不值钱的玩意儿，老娘这半个月的肉都喂了狗。知道了，娘，这就来。赵似水那个小没良心的，花了我那么多铜板，怎么能不告而别？不认识，这几个字我不认识。他走了，以后我去哪里问字？有病，就是有病，都怪赵似水，我看他才是有病。有病啊！大晚上推磨，让不让人睡觉？你回来啦？你还知道回来？不回来，怕你骂我有病。可不是，就是有病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去春风楼瞧如意了。有病，有病，有病，有病！哈哈哈。我去瞧如意了，秀才眼瞎。照我看，如意还没有你一半好看。你要的藕粉色纱裙给你买回来了。喜欢的样子有1800种。从前我喜欢秀才，巴不得他天天来买豆腐。现在赵似水天天住在我们家，我反倒希望他离我远点儿，因为赵似水这样的人我把不住。他会用剑，会杀人，一块玉佩能买下一条街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吃饭了。林小小，你真是没出息，一条藕粉色纱裙就把你给收买了。娘，我跟你挤挤。去，别挨着我，热死个人。那我去门槛上吃。林小小，你干什么跑那么远？滚回来坐好。哎呦，赵似水你故意的！怎么如此不小心？哎，我都没注意到你竟然坐得那么远。你瞧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快坐过来些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讨厌的人啊！恨他！他摆明了等着我去问他。谁要问他？家里面到处都是赵似水，西厢房里是他，灶房里是他，院子里还是他，只有铺子里没有他。我只好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铺子里面，卖豆腐，我卖豆腐，卖豆腐，我一天到晚都在卖豆腐，我真是讨厌死赵似水了。看什么看？爱吃不吃？我是哪里惹到你了吗？你霸占西厢房，占我饭桌，连院子都被你占满了，我躲去铺子都不得清醒，全是你的影子。影子跟着你，说明你心里装着我呀，不然怎么满眼都是我？呸！脸皮真厚。你王大娘家要嫁女儿，邀请我去吃酒，快帮我看看穿哪件衣服合适。王大娘跟我娘自小相识，又是前后脚嫁的人，两个人比了半辈子。虽然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比的，人家王春花都要嫁姑娘了，你看看你，听说他家姑爷在衙门里当差，你一天到晚路过衙门多少次，怎么没有给我领回来个当差的姑爷？我穿的这是什么？一点女人样没有。你去吃酒就不能打扮打扮，给娘正正脸面？我又不是新娘子，只是去吃个酒，为什么要打扮？我扎个裤脚，还不是为了方便推磨。你不是新买了条裙子吗？你就穿那个去。哼，我陶冬梅生的姑娘就是比王春花生的好看。不是我买的，是赵
赶紧去给我换衣裳。藕粉色纱裙果然好看，可惜是赵似水买的，我穿在身上总感觉哪都不得劲儿。好，就这样。哟，这是小小吧？长得真俊啊！这裙子料子真好，得不少钱吧？那是，也不看看是谁生的。来，干一杯！老娘才不管我得不得劲儿，他快活得像个老鸨。干一杯！就知道喝，见了酒比见了亲闺女还亲。一会儿准又喝得醉醺醺，回头还得我来扶他。林小小，你看看人家闺女嫁得多好，你得找一个更好的，听到没有？娘，你喝醉了。我没醉。你说说你，老大不小了，你还想老娘养你一辈子啊？娘，你能不能下次少喝点儿？哎，慢点走。小小，大牛哥，嘿嘿，是你和陶婶啊？我远远看着都没敢认。小小，你今天打扮的真好看。哎呀，我这头晕的厉害。小小啊，大牛刚好顺路，让他送你。我先走一步，先走一步。小小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我知道，你已经说过一遍了。真的，比王大娘家嫁闺女时穿的红嫁衣还好看。回头我让我娘也给我扯块藕粉色的布，给你做个新帕子。这话痨的毛病跟我娘半斤八两。小小，大牛哥，要不进去喝口水？好啊。坏了，家里还藏着个赵似水呢。大牛哥，我家烧水的锅坏了，今天实在是不凑巧，改天，我亲自送2壶开水到你家去。那好吧，小小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改天见。好。吓死我了！赵似水，你有病吗？站门口不出声。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明月。你躲我，还穿我送你的衣裳，出去和张大牛逛街。他这是生气了，为啥呢？这条裙子是他买给我的不假，既然送给我，可不就是让我拿来穿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是穿出去吃酒，娘叫我穿我才穿的。你说话。我穿什么和谁走，关你什么事？你又不是我什么人。不是你什么人？和他走在一起时，你怎么就有说有笑的？那什么，赵似水，你吃鱼吗？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。好像怎么看也跟特意沾不上边。不理拉倒，我也不想理你。吃饭，一条板凳，边上挂着2个人，左边那个是赵似水，右边那个是我，活像一条扁担。今天怎么没有骨头汤？你没去买肉吗？喝什么骨头汤？喝2壶开水就好了。对，娘，你帮我烧上2壶水，我待会儿送去大牛哥家。啊，不疼，就是想哭。哎呦，赵似水你故意的！怎么如此不小心？哎，我都没注意到你竟然坐得那么远。你瞧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快坐过来些。怎么如此不小心？下次坐回来些。娘，我家这条扁担不好。咱家哪里有扁担？小小，回去吃饭啦。我不吃。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我才不要跟赵似水这个讨厌鬼碰面，我就在这铺子里待着。赵似水混蛋！那什么，赵似水，你吃鱼吗？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。不理拉倒，我也不想理你。喝什么骨头汤？喝2壶开水就好了。
不疼，都怪他！要不是他气我，我怎么会赌气不吃饭？现在饿得睡不着。那是赵似水的屋子，他大半夜不睡觉做什么？主子交代的事情，属下都已经办妥。是谁？放开他！住手！属下告退。吓到了吗？嗯，不怕，没事了。赵似水应该是个好人。走了？赵似水就这么走了？王八蛋赵似水，白眼狼赵似水，狗才喜欢你，喜欢狗都不喜欢你。你哭什么？你怎么还没走？我要是走了，谁来管你这个哭包？你这肿了，我刚刚去给你煮了个鸡蛋。烫！你王八蛋！你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这个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个王八蛋！第一次见面你就用剑威胁我，你还故意让我摔跤，你不让我吃饭，你甚至还想杀我！因为我舍不得你，还有没有让你不吃饭？你最近有不认识的字吗？拿来看看。哦。鸡蛋太噎了，赵似水，你去给我倒点水。开水吗？几壶？你没完了是吧？林小小，能遇见你真好。因为一句“林小小，能遇见你真好”，我轻而易举地原谅了赵似水。日子重归平淡，我们仍旧一起喝骨头汤，一起坐一条板凳吃饭。可我知道赵似水大概要走了，他的伤在肉眼可见的变好。我要走了。什么时候？明天一早。陶婶，院子里埋的那枚玉佩作为信物，每个月可在汇通钱庄换50两银子。叨扰数日，在下不胜感激。50两银子，我和娘1年都用不完。而赵似水说的是每个月50两，我救了赵似水一条命，换来一辈子的荣华富贵。我只要我跟小小平安，那些银子再多，也不如我们娘俩平平安安过日子踏实。我不求什么荣华富贵，这是自然。跟我走吗？这是西巷，我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的地方。你留下来吗？我想这约摸就叫做相忘于江湖吧。天上的星星真多啊，1颗2颗3、4、5、6、7、8颗，就像赵似水住在我家1天2天3、4、5、6、7、8天。哦，不对，他马上要走了。赵似水要走了。喏，你要的藕粉色纱裙给你买回来了。有病，真是有病。我有病。赵似水，你真该去春风楼挂牌。行啊，初1、15，你来看我吗？想什么呢？半夜不睡觉。你不也没睡？小小，秀才被人打死了，你想给他伸冤吗？自然是想的，可打死他的是世家公子。一律杀人偿命，这事交给我来做。人命如草芥，
世家大族，倚仗权势，素来在京中横行霸道。公子哥是我们这样的平头百姓，无论如何也开罪不起的存在。可在赵似水那里替秀才伸冤，却只是轻描淡写一句话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人，已经不是同我一起抢骨头汤喝的赵似水了，他是月下握剑杀人的白衣裳。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你写。往后今年，我与他纠缠半生，念念不忘的便是这一日。赵似水呼吸滚烫，在我耳边轻念他的真名。赵似水，哦，沈昭走了，一走就是大半年。嘿，听说了吗？最近京城发生了2件大事儿。这一件事儿就是个命案，快仔细说来听听。就是那个嚣张跋扈的韦公子被推到菜市口刀决了，说是韦公子当街强占民女，凑巧被微服私访的皇帝瞧见，天子脚下竟无王法，陛下震怒，当场叫人彻查。查来查去，发现那公子哥跋扈，上一回甚至打死了人，是个秀才，一个学识过人却屡试不中的秀才。那韦公子被拉到菜市口刀决，他父亲户部侍郎为祸，官将3品，涉嫌包庇及玩忽职守的官员，通通革职查办。这就是报应。谁能想到，一个屡试不中的穷秀才，死后竟然还有这种公道？一律杀人偿命，这事交给我来做。秀才，沈昭真的替你报了仇。这第2件大事是件喜事儿，陛下立皇二子沈昭为太子，另择首辅大臣崔清泉之女崔希瑶为太子妃，待即日完婚。嗨，这事儿我们都知道，那皇榜都张贴到街头了。赵似水是沈昭，沈昭是太子，赵似水是太子，赵似水要娶老婆了。林小小，要死了你！提这个空篮子去买菜，又提这个空篮子回来。这里已经住进新的人家，秀才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。我叫你写。春风楼真是很神奇的存在，天阴也好，下雨也罢，这里永远歌舞升平。这位姑娘，我家姑娘已经恭候多时了，请随我来。如意姑娘，你这是？我在为她扶丧。是秀才吗？说起来也许你不信，我并不认识他。啊，那秀才不是白死了吗？他每逢初一十五都来看你。我貌美又有才名，初一十五来看我的人一直很多。那天韦公子逼我玩骰子，输一局就脱一件衣裳，还要从2楼丢到花厅，让大家都看见。这是什么玩法？还把人当人吗？不必为我生气，继子嘛，可不生来就是给人玩的。况且那天我并没有脱成衣裳，我在房间里面被韦公子灌酒，勉力支撑时，有韦公子的仆人来禀，2人耳语几句，韦公子大骂晦气，摔门而走。第2天我才晓得出人命了。你瞧，有个人为我死了，我连他姓甚名谁叫什么住哪里都不知道，一直到那天你来找我，我才晓得为我死的是个秀才。我原以为戏子无义，婊子无情，可没想到原来是这么个故事。这个世道不好，如意姑娘，你想出去吗？我赎你出去。妹妹莫不是在说笑？你这身粗布衣裳，怕是连自己都难养活，怎会有银子赎我？我晓得你同情我，咱们都是女人，可你不必。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我穿粗布麻衣，只是个卖豆腐的，浑身上下最值钱的，可能就是脚上这双鞋。多少银子？你说。3000两。我这些年已攒了一些，加上客人给的首饰，不差多少了。你不用管我，我再攒一攒就好了。还差多少？1800两。陶婶儿，院子里埋的那枚玉佩作为信物，每个月可在汇通钱庄换50两银子。叨扰数日，在下不胜感激。收拾东西，3日后我来赎你。到时候咱们一起离开这牢笼，过自己想过的日子。
我把玉佩挖出来，拿到汇通钱庄。陶婶，院子里埋的那枚玉佩作为信物，每个月可在汇通钱庄换50两银子。叨扰数日，在下不胜感激。应该能凑够1800两。掌柜的，我来取银子。是你啊？去取300两来。不要300两，我要1800两。1800两，你可知这数目不小？你拿什么来换？玉佩当给你了，换1800两，一次结清。去，拿银票出来。100两，200两。别再数了，你都数了8遍了。我是赵四水，我是赵四水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的玉佩，半年没用过，一用就是1800两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也是，汇通钱庄估计都是他家的。你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没事，就是打算把如意赎出来。为什么？我觉得他很可怜，而且我想和他做朋友。上次你不是这么说的。女人的事情你少管。你知道我有多忙，怕你有事，特意来看你。天底下也只有你敢这样同我说话。还没有恭喜你，双喜临门。哪个不要命的采花贼，敢动老爷的闺女？赵四水，赵四水，娘，你听见我尖叫了？可不是，我还听见你屋里有男人声。我提着菜刀要来与采花贼拼命，只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个采花贼是赵四水。命数这种东西，起承转合总是这般神奇。我娘还有赵四水，居然还能有一日坐在一起围炉煮茶。你如今在哪里谋生？我如今在衙门里当差。他倒是会骗。我娘生平对我未来的展望，第一条便是找个在衙门里当差的姑爷，第二才是去隔壁张屠户家做老板娘。陶婶平日里瞧你就有出息，当的什么差呢？一点小差事罢了。那可有婚配？家中兄弟几个？双亲可还健在？娘，你问他这些干什么？问问怎么了？你这个死丫头，娘又不是问你，人家赵四水都没有不高兴，你不高兴什么？陶婶既然想问，在下自然样样都要说的。家中双亲健在，兄弟3个，我排第2。至于婚配嘛，暂时还没有。好一句暂无婚配，我看那告示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他明明都要娶媳妇了。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？自然是娶个情投意合的。我吃饱了，要去睡了。这丫头就是脸皮薄，咱们赵小哥倒是个有耐心的。晚辈有的是耐心，也等得起。往后也劳陶婶多多照顾晚辈几句。哎，不对啊，这就是我自己的卧房啊。林小小，你又在生气什么呢？气他骗你娘，还是气他要娶媳妇了？骗娘说没婚配，转头就要娶首府家的小姐，当谁看不出猫腻呢？气他干嘛呀？跟你有半毛钱关系？可就是不舒服嘛。他总要娶媳妇儿，不娶个漂漂亮亮的官家小姐，难道还要娶你这个大字不识的吗？再说了，他娶不娶媳妇儿又关你什么事儿？可心里就是堵得慌啊。娘总夸张大牛踏实，可我就是提不起兴致。大牛哥再好，也不会蹲在沙地上耐着性子教我写字呀。赵四水走后这半年，张大牛对我热情依旧，可我不想嫁，我只要闭上眼睛，就会想起赵四水在沙地上教我写字。我教你写。沈昭，
我知道你看到了公告，我父皇给我定了个太子妃，这婚事不是我自己挑的。皇子联姻，公主和亲，生在皇家，很多东西都是身不由己。哭什么？我不会娶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她。那你喜欢谁？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，怎么会不喜欢？可他是太子啊，我是西巷卖豆腐的丫头，我们之间隔着云泥之别。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，我喜欢赵似水。我就是赵似水。你做沈赵就不是赵似水了。赵似水能娶你，难道沈赵就不能吗？他是太子，他怎么能娶我呢？你是想让我做个外室吗？我们家虽然穷，可我不做外室的。你为什么要做外室？我说的是娶，你没听明白吗？我想你做我的妻子。你为什么要做外室？我说的是娶，你没听明白吗？我想你做我的妻子。他的妻子可不就是太子妃，将来要做皇后的，这太荒唐了。琴棋书画我一样都不会，怎么配做你的妻子？琴棋书画宫里自有名家，我的妻子不需要会这些。我刚刚才同你娘讲，想娶个情投意合的，难道你没有听见？你喜欢我，同我讲这些，我心里很欢喜。可是做太子妃，我不行。俗话说，有多大的锅下多少米。我只是林中小鸟，进皇宫这样大的事情，我还没有这个本事。小，况且皇宫里的规矩，我一点不懂。你娶了我，只会叫别人笑话你。有我在，没有人敢笑话你。皇宫里最不缺的就是懂规矩的人。有我在，你说你是林中小鸟，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你以为嫁给我需要会琴棋书画是吗？琴棋书画能母仪天下吗？米多少钱一升，布多少钱一匹？什么时令耕种，什么时令捕鱼？你身在民间，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做我的妻子，有何不可？照你这么说，我做皇帝都可以。大言不惭，简直放肆！他是金枝玉叶的太子，出入是皇宫大殿，面对的是文武百官。我是西巷卖豆腐的丫头，守着一方豆腐铺，打交道的是街坊邻居。我们之间隔着的何止是一条长街，是云泥之别啊！唉，所以啊，咱们俩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是天上月，我是人间泥。你说你想娶我，我听过，欢喜一场。到这里，梦就该醒了。你知道秀才为什么屡试不中吗？不知道。我看过秀才的答卷，针砭时弊，入木3分，但他考不中。再来5回，他依旧考不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世家。倘若他出身士族门阀，这会儿说不定已经官至3品了。当初刺杀我的也是世家。他们怎么敢？他们有什么不敢？士族横行，甚至左右皇权，寒门学子没有出路，朝廷没有人才可用。推行新政，我势在必行。父皇，儿臣不愿与崔氏联姻，世家野心勃勃，此举不过是缓兵之计。放肆沈赵！联姻是安抚士族的唯一办法，为了江山稳固，你没得选。太子殿下，小女西瑶温婉贤淑，与殿下乃是天作之合。小，这次订婚是为安抚世家，我有难处，旁人不懂我，但我希望你能懂我。朝堂上的事我不懂，但是想扳倒世家，想一想就觉得很难，会很累吧？你去哪儿？熬骨头汤给你喝。我跟你一起。这是打哪儿来的神仙妃子？娘，这是如意姑娘，以后就住在咱家了。从前赵似水在，我娘每天指桑骂槐，如今如意来了，我娘整日笑得合不拢嘴，只因为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在我家守铺子，10里8乡的俊后生都抢着来我家买豆腐。再给我卖2块，我家还没买呢。如意姑娘，我也要2块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小小，你这字练得越来越好了，文章和作诗肯定也难不倒你。如意姐姐，日子要往前看，不能老想着秀才。我不是放不下他，只是觉得守着这点念想，也算给那段日子一个交代。交代完了就翻篇，等我字练好了，咱俩一起写招牌，把豆腐铺的生意做得更大。就你心眼多，
还想借着练字偷懒呢？哪有？我这明明是为咱们的大事业做准备。如意姐姐，日子要往前看，不能老想着秀才。我想为秀才守节3年。那3年以后呢？我不会再嫁人了。小小，你有没有心上人？我没有。小小，我真羡慕你。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长得这么好看，又有才气，我羡慕你还来不及呢。我在青楼这么些年，早就不相信男人了。好不容易信了一个，那人却又死了。小小，去和你的心上人在一起。我的心上人，他是天上的风筝，只有一根线在我手里，我一想到他就觉得好不踏实。风筝总会收线。小小，你是勇敢的女孩子，不要怕。春末，皇帝驾崩，沈诏登基，推行新政，改科举。他很久没有来，我猜皇宫里面大概已经忙得翻天覆地了。我不知道能帮到他什么，只好每日去兰香阁听读书人论道。天地圣明，改科举，实乃吾辈之幸。哼，空谈误国。我看这新政推行围歼，说来也算传奇。教我写字做文章的，一个是当今天子，一个是京城花魁。我教你写。这便好比一个人不会做菜，却吃过好肉。依我看，兰香阁里大部分读书人高谈阔论，内容却如空中楼阁，只有一人好坐角落，寡言，偶尔说几句，竟同沈诏在我面前说的政见不谋而合。这人好像穷得很。衣上打着补丁，靠替人写家书挣2个钱。看见他，我就想起秀才，是一品啊，互相支撑。这人叫顾清言，观察了他3天，整整3天，他每日只吃1个馒头。姑娘要写家书，什么内容？是口述还是在下替你润色？不写家书，我是西巷卖豆腐的。我家的豆腐很便宜，只需1文钱，若是初1、15还能免费送。大丈夫不吃嗟来之食，多谢姑娘美意。哎，我没别的意思。真绝。小小，你挖树根要做什么？娘，我想把赵四水每个月给的50两银子拿出来，再盘个铺子，专门给吃不起饭的读书人吃饭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一个赵四水，一个如意，你管的闲事已经足够多。娘，50两银子埋在树根也不会发芽，拿出来用却可以喂饱很多人。哼，我们都是穷人，自己不帮自己，难道还等着别人来帮吗？做这种事情，我们几个女人抛头露面不合适。不劳您老人家费心，我有现成的人选。给你吃的。姑娘，我说过，大丈夫不吃嗟来之食。顾先生，先别走。你说不吃嗟来之食，我给你道歉。如今我有个差事雇你，你接不接？雇我？怎么，先生空有治世之才，一家小小的饭堂却治不下来？接就接，谁说我治不下来？顾清言主外，又另外雇了2个大娘，每天负责炒些清白小菜。我的菜怎么还没好？这位客官稍等啊，大娘，客人等着急了。我们把菜价定得极低，酒水的价定高，肉菜只在初1、15那天有，如此一通筛选，留下来的就真是吃不起饭的读书人了。不知天上宫阙，读书人心气高，菜价低，也怕他们不来吃，又备下纸墨若干，打个以墨宝换餐食的幌子。每个月去钱庄领50两银子，总归心里不踏实。如意姐姐，小小，你在愁什么？如意姐姐，
我想再开个首饰铺。你长得好看，又当花魁那么多年，最知道如何打扮。有你画花样子，我出去找材料回来做。好，我这就画几个新鲜样式。我们不做金银那些贵玩意儿，就做些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的小东西，诸如蝴蝶簪子、羽毛耳坠之类。我能说会道，再加上如意这个水灵灵的赛西施做活招牌，倒也颇受小姑娘小郎君喜欢。不求能挣多少大钱发家致富，只求能凭着我们俩的手艺稳稳站住脚跟。如意姐姐戴这个真好看，我也要一对。烦请包起来，我想送给佳妹。好嘞，你拿好。首饰铺1月下来挣了20-30两，如意姐，这些钱我们对半分。这怎么行？你不用给我这么多，如意姐，你就拿着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娘，这份给你养老，不许舍不得吃穿。算你这丫头有良心。剩下的拿给兰香阁那些来学认字的女孩买些笔墨吃食。姑娘，这……你天天在外头忙活，穿得破破烂烂的像什么样子？这是我买的，你快去试试。这我不能要。我可不是白送你的，你现在可是咱们饭堂的顶梁柱，不得好好打扮打扮，影响我做生意。姑娘大恩，青颜铭记于心，日后定当报答。快去换吧，不合适还能换。这可是我被赵思水吃剩下的那几个私房钱，都给他买衣裳了。要不说人靠衣装，顾先生换上这一身，顿时像模像样起来。顾先生可有婚配？家中兄弟几个？双亲可还健在？娘，你又问这些干什么？意中人有一个的，只是还没去说亲。是哪家的姑娘？我着实好奇。是个好人家的姑娘，明年高中就娶她。好，那我先祝顾先生马到功成。你来啦，神！再睡会儿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明天不上朝吗？上，看你睡会儿我就走。上来躺会儿吗？我们并未成亲，这与理不合。所以啊，咱们小声些，别叫娘又拿着菜刀来找你拼命。这一切就好像是一场梦一样。你是不是长胖了？谁胖了？你才胖了，有病！我可能真是有病，就喜欢被你骂。跟你待着能松快些。谁要跟你待着？你赶紧睡会儿，不然明天上朝该打盹了，被大臣们看见又要议论你。朝堂上的议论哪有你重要？跟你拌嘴都比听大臣们念奏章舒坦。少贫嘴，赶紧闭眼休息。我该走了。他父王刚走，他即位来不及悲伤，就要振奋精神与士卒周全，身边怕是连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。我遇见了一个人，叫顾青言，很有才，以后朝堂上的事，他或许可以帮你。好，我记下了。还好娘还没醒。哎呀，顾先生，他为何出现在此？刚才该不会都看到了吧？早。早。顾先生这么早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科考在即，我早些起来看书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祝顾先生一举夺魁，早日迎娶自己的心上人。借林姑娘吉言。顾青言中了榜眼，这是天大的喜事。毕竟我素来有个同状元探花打对眼的心愿，如今顾青言高中，可叫他打马儿过时，在我家豆腐店前多绕2圈。顾大人，何时去娶你的意中人啊？不娶了。为何？我来得太迟。你赴京赶考，人家等不了嫁人了，也是常有的事。你莫要急，我叫我娘替你留意。如今想嫁你的姑娘，只怕多得要排队。林姑娘，顾某孤身一人在京求学，承蒙你不弃，这1年来的照父之恩，无以为报。顾大哥，你这是说什么客气话？当初你帮我支应饭堂，咱们是互惠互利。
若你愿意，往后余生……哎，等等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话怎么感觉怪怪的？顾青言该不会是想跟我表白吧？小小，若你愿意，往后余生，顾某愿以长兄之名护你周全。兄长，按年纪，我虚长你几岁。如今，我想收你做义妹，你可愿意？有榜眼郎当哥哥，我求之不得啊！我林小小做梦都想有个官老爷哥哥撑腰。苍天在上，后土为证。今日顾青言与林小小结为异姓兄妹，往后寒暑祸福同享。若为此事，天人共戮。我林小小也发誓，以后顾大哥就是我亲哥，只要有我一口豆腐吃，绝不让哥哥饿着。好，好，以后咱们小小也有娘家人了，看谁还敢欺负咱卖豆腐的啊！我去做饭，一会儿我们一家人好好吃一顿。哥，等你搬进大宅子，可得给我留个专门卖豆腐的房间。好，只要你喜欢，整座宅子都依你。我去帮阿娘做饭，今天让你尝尝妹妹我的手艺。顾大人，小小不懂，但我是过来人，你的这份兄妹情你可得藏好了，别做出伤害小小的事。如意姑娘多虑了，顾某如今心如止水。小小，既然我给不了你想要的，那我就去做这朝堂上最狠的刀，为你劈开一条平安路。顾青言做官做得很凶，一年到头都埋在卷宗里。青言这孩子简直不要命了，一天只睡2个时辰。娘，你回来了，坐下吃饭吧。小小，你下午给你阿兄熬点小米粥送过去。好，知道了。哥，你干嘛要这么拼命？顾先生，尝尝我家的豆腐脑，免费送你的，填填肚子再写。姑娘，无功不受禄，就当是请未来的状元郎，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。我是个俗人，就想做大官。胡说，先把粥喝了，放凉了再喝。我认识的顾青言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，可他又分明说出来了。顾青言拼命，沈照也有意打压士族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沈照破格提拔，短短1年，顾青言就官居4品。赵思水，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皇上在行宫内中生死不明。生死不明是什么意思？皇上中毒这件事被几个首辅大臣压下来了，这是我秘密得到的消息。我听说这位新帝推行新政，为咱们老百姓出头，心里很是钦佩。其实我心里慌得厉害，只想立刻见到他。兄长，你能带我去看看他吗？你可有信我？那日他果然看到了，他晓得我和沈照的关系。有了玉佩就好办了，你假扮成小太监，紧随我身后，遇有人拦，说是皇帝密诏。好，我们快走吧。好。宫规我不懂，但顾青言假传圣旨，怎么想都是杀头的大罪。我不能为了我想见沈照，就叫顾青言平白送命。算了，我不去了。求哥哥帮我把这块玉佩送到他身边。皇上醒了。好，好。是崔氏女衣不解带照料的。他们毕竟有婚约。你不生气吗？我不知他曾经许诺过你什么，但你既称我一句兄长，我要劝你一句，他不是良人。我知道赵似水这样的人我把不住，我一开始就知道，就算他说要娶我为妻，我也没有放在心上。他毕竟有他的难处，便是娶我为妻了，他也未必是一心人。可我年少时遇见了太惊艳的人，我总是忘不掉他。总归他平安就好。沈照，你还好吗？林小小，要死了你！都18了还不找婆家？娘，哪有你这样逼亲的？陶婶儿，便是春风楼里的老鸨，也没有你这样的。老鸨？老娘现在连老鸨都不如，人家王春花孙女都抱上了。陶婶儿，消消气。消气？消什么气？小小不嫁人，你养她一辈子吗？
好啊，养一辈子又有何妨？不但小小，便是如意、陶婶，你们我都要养一辈子的。哎呀，顾青言，你真是出息了。还好还好，顾青言这么个清高的，怎么会对我生情？毒都解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顾青言要养你一辈子了。陶婶儿，是我。陶婶儿，是我。似水，你大晚上的来找小小做什么？陶婶儿，其实在下今天来是来向你提亲的。在下爱慕小小，想娶她为妻。原本早该来的，只是家中父亲突然去世，一时琐事太多，还请陶婶原谅。至于聘礼，在下在库房里挑了又挑，只觉得没一样配得上小小，觉得还是只能以国为聘。以国为聘是个什么意思？在下在衙门里当小差，把衙门给小小当聘礼的意思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不同意？是啊，为什么不同意呢？我拖着不嫁人，可不就是心里面有他？你是因为崔西瑶的事吗？我和他的一切可以一样一样说给你听。不必解释，我相信你。你说不娶她来娶我，你做到了。可是成亲的事儿还是算了，我终究只是个卖豆腐的。入宫当皇后听起来太远太远了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很好。我是赵似水，也是沈兆。你说你走不上去，我愿意下来接你。我往下走99步，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往上走1步呢？我入宫，对你我都没有好处。什么崔西瑶，什么入宫，你们在说什么？阿娘，沈昭是当今圣上。你瞧，我们俩身份地位差这么多，是阿娘听见都要晕倒的程度。卖豆腐怎么了？我觉得卖豆腐很好。卖豆腐怎么了？我也觉得卖豆腐很好。你先安顿好陶冬梅，至于我们的事，以后再慢慢谈。哎呦，我的心脏啊！赵似水怎么会是皇帝呢？那我以前还对他那样。小小啊，他不会杀了我们吧？阿娘，他不会的。小小啊，娘之前还想让你嫁给赵似水，可现在他的身份太高了，咱们配不上啊。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啊，那宫门可不好进，你要想清楚了。我知道。他来过了，陶婶都知道了。你也早就都知道了吧？陶婶被吓得不轻，我这刚好有一只人参，本来就准备送过来给陶婶补身子的，现在给陶婶压压惊。我去给娘炖人参。这个柴不好熏人。回头换了。说换就换啊？顾大人当了官，就忘记你吃不起饭的时候啦？不是说换就换，是你说换就换。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知好歹？当今天子来到我家门口提亲，被我赶回去了。确实是不知好歹，连你也不懂我。小小，我又要升官了，这回是3品。恭喜啊，顾大人前途无量。我做官再拼命，也不过23岁，这个年纪的3品大员，你听说过吗？朝堂上的事我不懂。我能升这么快，说来也是沾了你的光。皇上他提拔我，想让我在朝堂站稳脚跟，让你有个好娘家，怕你进宫被别人说闲话。小小，他很早以前就在为你铺路，他比你想象中还要爱你。他推新政，动了世家的利益，这次中毒只是世家的一点小小警告，可他还是执意要娶你，一个平民皇后。你进宫是不容易，他面对的阻力远比你想象中更多。小小，你是个勇敢的女孩，嫁给他，你怕门不当户不对，怕不幸福，怕以后他再娶别的女人。那你同我呢？我们门当户对，我以后也不会娶别的女人，我发誓一心一意对你好。回答我，你愿意现在立刻嫁给我吗？兄长，你很好，可是……那可不就得了吗？你心里有他，他心里有你，不嫁他，你也会抱憾终生。你想嫁他就去嫁。兄长这些年拼命做官，就是为了做你的底气。有什么事儿，兄长在背后为你撑腰。你不必欠那深宫规矩，也不必忧旁人碎语。我身居朝堂，自会为你扫清前路非议，护你安稳无虞。哥，我不是不想嫁，我是怕我这市井出身帮不了他。你本就不是拖累，
有我在朝堂为你撑腰，万事皆有退路。你没吓着你吧？刚刚只是做戏，不要当真。我和沈照的事情，不是我勇敢嫁他就能解决的。兄长，推行新政的事我不懂，我只问你，朝堂上寒门学子一派，世家贵族又一派，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一点就着？倘若你是崔氏，新帝提拔人才已是在夺你的权了，如今连许下的后位也没有了，你会怎样？他刚登基不过几年，推行新政，只得徐徐图之。若是逼得太紧，世家反，他已经中过一次毒了，再来第二次会是什么？我确实喜欢沈照，可他是皇帝，我们俩的情爱与这天下比，终究是太小了。我为我自己考虑，也为沈照考虑，我们或许终有一天要成亲，但总归不是现在。我懂你，你看似柔弱，心里却比谁都清楚，什么该舍，什么该留。只是这般委屈自己，你当真甘愿？谈不上委屈，喜欢一个人本就不是只顾着自己的心意，他肩上扛着的是万里江山，是天下百姓。我不能成为他的软肋，更不能因我们的私情让他腹背受敌。哥，如意姐，请帮我照顾好我阿娘，不用找我。小小刘。姑娘们，我教你们第一个字是我。小小姐姐，这个字也太难，笔画这么多，不会写我怎么做人呢？这一路上，我见过流民，见过士族旁支欺压百姓，见过郊外的黑店，见过田里的庄稼汉，见过莲池里的渔歌女，到最后，我选择在江南定居。不知不觉3年时间过去。林姑娘，这是我刚打的2只大雁，感激你教我侄女认字。其实我已经嫁过人了。啊？我这么个年纪，可不是嫁过人了吗？我那夫君名叫赵似水，我给他生了1儿1女。最近我同他吵架，才从家里面跑出来的。原来是这样。2只大雁可惜了。远方的消息慢慢的一道一道飞来。新帝减免苛捐杂税，后农桑，严惩贪污。他倒是真在一步步实现当初的诺言，可这天下哪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？沈照，我会等你，等你让这天下真如你所说那般海晏河清。请进。林姑娘，有您的信。多谢。世家最后还是反了，宫里发生兵变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沈照他会不会有危险？他刚登基不久，根基还未稳，如今又面对世家反叛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行，回京，我要回京。走到第2日，才想起来，京城的消息传到我这里，已经是1个月以后。若有什么事，我现在回京也于事无补了。可是我都已经出来了，总不能再折回去。阿娘他们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。听说顾青言顾大人又立了军功，如今是从2品，皇上肃清世家，同崔氏女的婚约取消。新帝登基6年未娶，皇上他不会是喜断袖吧？你小点声，这是能随便嚷嚷的吗？喜断袖？沈照，你大概要在宫里跳脚大骂有病了。沈照啊沈照，这下看你怎么跟满朝文武解释。等我到京城，非得把这话当成笑话说上3天3夜。不管宫里闹出什么动静，我总得回去看看才放心。这是哪里的军队打到天子脚下来了？我们说再谈谈，你为什么一走好几年，连封信也没有？他非要这么干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大半夜不睡觉，真是有病。只要能带你回去，有病就有病。好啊，你送我2只大雁，我就坐下来跟你慢慢谈。谈多久？谈多久？或许是一辈子。